好家伙，这期的凋零你没见过的全新版本，上期视频发出第2天就已经5万多赞，那么咱们就赶紧把这期打凋零 BOSS 安排上，不要忘记长按点赞啊！我真是小熊朋友们好啊！这期视频我原本以为2-3天就能很快做出来，但是我大意了啊！这个凋零没我想的那么好欺负啊！史蒂夫，你害怕吗？其实还行，没事的，只要你把它想出我就行了。哎，都害怕了。这关同样是传送带模式，前半段是第3章的僵尸一波一波的来攻击，说实话有一点点压力，后半段就是对付那个神秘的凋零了。这关小熊几轮打下来，觉得有2个重点，分别是磁暴线圈和星之碎片。刚刚说到这关前半段的小僵尸们也不好对付，你看这一开始就是2个皮克头僵尸，不过好在一开始就给了很多磁暴线圈，电3下就可以解决1只皮克头。石质投掷器放在2格，木质投掷器放在1格，因为1格的木质投掷器的位置，咱们待会儿需要挖掉，放上另外一个重要的东西，这东西和咱们的星之碎片有着很大的联系。没错，这东西就是巨碗，咱们存个星之碎片进去，它在为我们储存星之碎片的同时，还能隔一会儿就给我们产出一个星之碎片作为利息。同时若是急用，也可以用齿轮把存进去的取出来用。咱们也得赶紧把10护罩都放上来保护磁暴线圈。我发现不一定非要把它套在磁暴线圈上，某些情况下把它放在磁暴线圈的前端也能防御狂战士的爆炸。那么这前期最后一个角色就是活塞发射器了。这一关传送带模式不能用狙击发射器，感觉还是挺难受的，得靠活塞发射器来对付灵魂沙王。这个灵魂沙王得多加注意，我打了好几次没能留下全车，就是因为这个灵魂沙王。第一波尸潮结束后，我们的画面突然照进了阳光，好像是天窗被打开似的，就像开头的对话所说的一样，一切就如同这金色的辉光一样，即将凋零了。后面的僵尸来势很凶，但是只要稍微注意一点，狂战士和反逆者也还 OK。最后一波只剩最后1只僵尸时，其实有个可以利用的机制，就是这时候你可以把这一路的所有攻击器械以及旁边的磁暴线圈都拆了，用10护罩拖住它，这样它不死就不会触发凋零登场。然后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利用拖住它的时间来等待传送带和布置战场。不过在普通难度下没必要利用这个机制啊，所以咱们就不浪费时间了。一声巨响，凋零登场。好家伙，这圆滚滚的脑瓜一下子没认出你。凋零有一个很干的技能，前冲推掉你一整路的器械，所以咱们得记得及时补位，时不时也可以用一下活塞发射器的技能缓解一下。当凋零半血后，就会进入它的第2形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这些器械的远程攻击都是对它造成不了伤害的。不过没关系，接下来就是我们这期的重头戏——磁暴线。哎，你离远了没打着，太失败了。磁暴线圈的技能可以对周围造成33范围的持续高伤害。没错，我们现在只能用它来对付凋零了。大后方等待已久的巨碗在这时正式成为了我们的弹药库。若是巨碗被凋零摧毁，也不用担心，它会在最后一刻把存放的星之碎片抛出来。到了最后时刻了，不用理僵尸们，把凋零干掉，一切就结束了。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那迟迟登场的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点赞支持，小熊也终于是将第3章的视频全部奉上。那么以后的视频，凋零是囚禁灵魂的容器，而他体内存放的是魔神。好家伙，故事还没结束是吗？对话了解到，接下来我们需要在魔神还没强大起来之前去清除其他地方的异变。于是乎，主角一行人便踏上了拯救世界的旅途。好家伙，突然高了一个 level。第3章的故事结束了，我们的视频会结束吗？下一章的地点叫做命莲寺，不知道能不能在那儿继续展开我们的故事。如果这期点赞依然上个几万，咱们就继续安排。我真是小熊，感谢观看，别忘点赞，记得下期来看，拜拜。